谈恋爱了，姐妹们。不是介绍爱豆，这是什么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何。大家好，我是阿元。终于又要追 Stray Kids 了。是的，我们之前年末的时候看了他们的舞台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两个连 MV 没看，直接看这首歌了。但这首歌没错，听起来很不错，所以非常好奇它 MV 什么样。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吧。这是谁呀？这是记者还是侦探？哦，哎呦，他们在屏幕里面是吧？嗯，有剧情的哦。哇哦，哦，哎，这个背景有点酷哎。对，哦，哦，我的天，我起鸡皮疙瘩了。我去！8楼这样对应他8个人，又是电视，他们出道不是有那个他的 baby 的粉丝。好帅啊！好帅！这段好听，这段好听。这里好好听啊！我在扎辫子了，好帅，他扎辫子。好酷！哇，这是天使吗？对啊，反而有点感觉像是神一样的感觉。哇塞，太好听了，他的 rap。我的天，好可怕的快嘴！好帅呀！哇，他 rap 好好听啊，好帅！这个地方好好听。我感觉他们的歌，每次要这种姑娘唱都特别好听，很带感的，很适合蹦。感觉已经是来到他们的世界了。哦，好像那种疯人院啊。又是这个电梯，哎，他变成电梯里的人了是吗？他在被追，感觉。好不舒服。哎，还是你。哇呀！李荣富这张脸有点太冲击性了。绝了！哦，说什么呢？啊 ，Tablo， 怎么有 Tablo 啊？很像。哟。Next X Stray Kids。Tablo， 哦，他们是有合作吗？是有合作吗？哇，好酷啊！哇，这里这个音乐，哇，真的啊，感觉像电影预告照，真的。这里好像那个预告照后面拍电视剧啊！哇，好酷啊！天哪，好酷啊！真的像电影一样，天哪！哇哦！啊，就是这个小朋友。天哪，这段音乐的抖音上都刷烂了。他们的歌真的好牛啊，每首歌都能在抖音上。哦，海盗吗？哇，好燃！开派对呢。
韩志成真的很帅啊！怎么有点像那个小米特呀？有点，之前我也是出现过。喜怒哀乐。我觉得真的很帅，上感官他也很帅，喜也没有了，不过最后只剩下乐了吧？哦，他们是不是每个场景都对应的一个字啊？感觉像是，哦，现在是乐是吗？乐还是乐呀？乐乐，因为旁边有乐团。不晓得。好可爱啊，这小孩。哇！李东富的第一炮，我这个属于是必杀技。哇，好帅呀！好帅！好看，衣服好看。哇，这地方太好听了！天呐，我觉得走了，曾经跳舞。是的。还有吉他，应该是乐吧？嗯。哎，他们是在给那个小孩们致敬吗？啊，2个世界吗？8，这是8个小孩哎，那应该是对应他们8个。我感觉和之前的我们看的那个上一次看的 MV 有点像，就它好像一直都会有这种2个世界的东西在里面，平行时空。感觉像是对。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对每个人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亮眼。我先来说就是小杨王内。小杨大家一直都说他是狐狸一样的，他的眼睛真的好漂亮，完全是狐狸，就是细长的眼睛，然后只要一抬眼就有那种魅惑的感觉在。就 Magverse 里面，他不是有一个穿着白色卫衣，然后帽子是半戴的那个状态吗？我感觉那个半戴的帽子应该是想要表达他们像神一样，但是小杨那个眼睛真的让我觉得他在诱惑我。真的有被诱惑到，而且就是后面他有一段嘛，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候，他有一段他那里唱歌，真的好清爽的音符，就很有少年的气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然后呢，就是李龙福，我觉得李龙福真的不必多说，真的好帅。就是我想问，他的那张脸到底什么样的发色能够不适合他？真的，他的那张脸，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颜色他都适合。每一次他开口都是一样，只要开口他就开始绝杀。而且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后面那个啦啦啦啦猪大里面他那个低声吟唱的那里，他真的声音就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是迷曲的水音，就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有辨识度，对，就是一出来就能知道，这首歌是 Stray Kids， 就是，而且他的声音在南韩所有的男爱豆里面都是我觉得是最有辨识度的一个。老天到底给他关了哪扇门？首先脸有了，声音有了，实力有了，钱有了，到底关了哪扇门？我想问一下。还有就是连反转魅力都给他了，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属性，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他有。他私底下直播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软软咚咚的，真的唱歌的话一下就不一样了。我就想问，这所有的潜质加在他身上，这生下来就是要当爱豆的呀，这不是天生爱豆，这是什么啊？好，下一个，我们去下一位，只要他出来，我就好帅，而且他在那个 Magverse 里面不是扎了小辫儿吗？我觉得扎小辫儿的造型很适合。他不是挑战特别多，就是不一样的造型吗？红色的头发呀，我真的很想问，这世界上还有哪个造型是他拿捏不了的？
他怎么可以做出每个造型都这么帅？而且就是他在这2首歌里面，不是有很多的 rap 的部分吗？就是我觉得他这个 rap 的声音我特别喜欢，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声音，他好适合 rap 哟。他扎小辫那段，我觉得好像那种日本潮男呗，你知道吗？那种 Instagram 上面那种日本潮男。就好帅呀！就是他的可塑性真的好强。我觉得他特别适合那种形象，就是那种稍微带点坏呀、痞气的那种造型和形象。造型是给他穿了那种很圣洁、很白的那种衣服呀，但他整个人的气质，或者是可能是他一直以来给大众营造的一个形象上来说，就让我看到之后，我都会觉得他特别像那种恶魔，你知道吗？就是那种金玉珍和宋江演的电视剧里，反正意思就是说，天使大家都觉得天使会救人，但其实恶魔也是会拯救别人的，就是对，他就属于那种恶魔。好贴切，真的。对，我觉得他就属于那种，他的形象就属于那种恶魔。对，下又是一个联机，李诺我真的受不了。你就是喜欢长得好看的。对，当然本人就是重度的颜控，非常喜欢长得好。李诺他也好帅哦，我真的是，我感觉对他们的夸奖，帅好像已经是一个最低的要求了。帅以上，他们还兼具了好多，因为李诺他不是舞担嘛，他表现力真的绝了。他在啦啦啦啦里面有一段表现力真的很强，而且他唱歌也好好呀，他后面也拉了，你们怎么每个人都这么全能啊？我真的受不了了。就是我感觉我夸每个人的词儿都套到另一个人身上，完全可以成立。你们已经强到这个程度了吗 ？Stray Kids。但是我还要说一句，那李诺好帅。李诺有一个镜头就是李诺他站在那个墙上面，洞的上面去看那个大树，哇，那里真的好帅呀！我看到那里，我想他谈恋爱了，姐妹们，怎么会这么帅呀？李诺就是帅的很客观的那种，真的，他真的帅的好客观。就他那个脸，感觉哪个角度都无可挑剔。我首先要夸的就是这个韩志诚，就是我看了这2首歌的 MV 以后，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他个人的 part 真的非常的突出，包括他整个这次回归整个形象管理的一个状态，然后加上他的 part 在整首歌曲里面的地点的程度都非常的深，然后还有就是他还穿了我最爱男人穿的露肚脐装。你韩志诚，你是懂得怎么拿捏女人的心的，真的。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啦啦啦里面他那个微卷的造型真的很帅，我觉得比他之前的造型都要好看。有一段是他从那个里面冲出来嘛，然后呢，他跳的就是这么强悍凶狠的舞蹈，然后又加上这个短 top， 就完全增加了他的一种魅惑。就是我觉得这个短 top 给他穿就是一种神来之笔，因为他这样抬手，比如我动抬手的时候，他的腰露出来了，他的腰很细，就是很好看。就是我觉得所有能够勾引人的点，在此刻他全部都沾上了。而且他有一个海盗的造型，他被绑着，那里造型真的很像迪士尼的一个王子，就是长发公主她的老公吧，应该是老公。尤金真的好像。然后我还要说，就是韩志诚他的那个 rap， 听了这2首歌以后，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不是不用喘气呀？然后我要夸的是徐藏斌，这2个 rapper 一起说了。徐藏斌我觉得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他的那种图很红，就他瘦了跟胖了以后，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胖一点好看一些。他的吐词我上次就已经夸过，他吐词就是非常的入耳，然后就是我觉得他的整个 rap 的风格就是没有说他要去追求一个他声音上的一个标新立异。比如说有一些 rapper 他可能会比较注重的是他怎么让自己的声音或者是让他的 rap 更带有个人风格，可能会在尾音上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处理，或者是比较特别的发声方式。但是他没有，就是他的 rap 你听起来就是他自己本身带有的一个声音的风格，这个方向上去进步去努力。对，我觉得他的 rap 现在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的，所以我觉得我也蛮喜欢的。反正他的技巧他的技术是完全没话说的，而且词真的也写得非常的好，他制作能力真的很强，我觉得。再就是金生民，他的声音出来这种自带那种氛围感，其实我不用去看他的人，我可以认出他的声音，而且我觉得他的声音是那种会根据歌曲的氛围来变化的。你有没有觉得？我又不是专业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做到的，但是他在每首歌里面，就是歌声一出来，整个人给我营造的那种氛围感是不一样的。就对于我来说，好的衣服或者一个人唱歌，我认为他唱得好，他要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必须让我有一个想象空间。比如说一件好的衣服，我看到它，我会想象我穿上它，我大概会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对，他可能会给我一个场景上的一个想象，就跟他唱歌一样，就他的声音一出来也会给我一个场景上的想象。后面那首歌他一出来，我又觉得是一种火都在燃烧的那种氛围里面的歌曲，就会给我这样场景上的想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他自己的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一个点。我觉得他在 Stray Kids 的很多主打歌里都承担了一个推进器的作用。大家开始摇了之前的那一段，
他一开口，他就会把你的情绪，就像你在坐过山车，你马上要开始冲刺之前，到达高潮的前夕的那一段，他会把你的情绪一点一点的推上去。这首歌的副歌一下子那个鼓点起来之后，再把这首歌立刻给带动起来。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推进器来说的。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过山车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往下冲吗？它可能是往上带的那个部分啊，然后就慢慢给你带上去，好到那个点啊，突然停一下，然后歘冲下来。这个冲下来给人带来的那种失重感，就在于他们编曲上突然整个空间感给你拉大，然后整个躁动起来的那个氛围。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就属于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推进器的一个作用，我觉得真的，他的声音真的非常好听。方太，但是我觉得方太这2首歌，它里面的 part 很少哎。我也觉得，我很喜欢他啦啦啦啦里面的东西，我更喜欢他黑色头发、黑色顺毛。我感觉我更喜欢乖一点的长相，有黑色顺毛会显得他很乖。爸说从电梯里出来，然后去警卫室的那段，就我感觉他的地方演技还蛮好，就是很自然，然后特别像那种情绪稳定的疯子，你知道吧？哦，就是有情绪很稳定，但是我会杀人，就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夸这首歌，夸这首制作，我就已经是在夸他了，在夸三大将，真的。我刚去看了这2首歌，好像不止这2首歌吧，就是这张专辑，他们好像又是包揽了所有的制作，真的，这创作能力没话说，绝对是南韩数1数2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份的，就自己组合的歌曲参与度能有这么大的组合，真的没有多少个，而且能够把自己的风格做成这样子。刚刚我们在就是一遍又一遍的看这2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感慨，就是 Stray Kids 的歌永远都可以成为流行的一个风向标。甚至是因为他们的歌好像风格一直是这个风格，但是在之前可能不吃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过于超前了，他们流行的那个点，当时的流行还没有抓到，还没有赶到，然后到现在呢，流行和他们的风格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他们的歌只要一发出来，就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开始席卷 TikTok、席卷抖音，你刷什么视频都能听到他们的这段音乐，就做背景音乐，就是我觉得这是他们非常非常厉害，3个人真的好厉害，他们的这个对音乐的这个敏锐的程度真的很牛。他们8个人在表演自己歌曲的时候，有一种对于自己创作出来音乐的一种自信，但这种自信是跟那些相较于来演绎别人制作的歌曲的组合来说，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感觉的。就其实你给那个粉丝或者是观看者的感受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可能会更加知道如何来演绎这首歌。就是他们甚至会比那些导演啊，或者是编导啊，会更加知道要如何来呈现这首歌，能够呈现到100%。对，这个东西可能是更属于他们的一些东西，就比较特别，我觉得。就真的很想让他们把这2首歌能不能够拍成就是小电影啊什么，他们有没有什么小电影可以看？真的，哎，粉丝们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上次特 S Plus 那首歌，我就觉得他就应该拍一个小电影出来。因为我跟阿元没有了解特别多他们，然后 MV 其实没有看特别多，就也不是说从出道开始一直在看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都是就是朋友们推荐我们什么我们就看什么这样子的，可能会比较混乱，但是我们在当中也找出了一些共同点，就比如说上次我们看的维尼耶的时候，能感觉它有一个平行宇宙分裂世界感，结果我们今天看这2个 MV 就又感觉到了一种有多元宇宙、平行宇宙，然后加上那个 Metaverse 不是也有多元宇宙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嘛，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概念里面有这些东西存在，而且还有一是他们会在那个电梯里面不断的变换人，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是可以穿梭在各个平行时空里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可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维度这样的一个存在，就这些东西可能我跟阿元后面可能还需要多去了解一点才会知道。再去了解的。对，也希望大家就是有相关的视频可以多多的推荐给我们。对，就是无论是关于他们早期的一些作品啊，还是说他们比如说综艺里面一些有趣的片段，请推给我们。对的，搞笑的也可以看，我们可以看那种不能心动挑战，有没有？粉丝们有没有？就那种心动挑战。对，他们都真的好多。如果我们就是去看的话，我们2个反而就晕了，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对，你们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精华。我们今年会常活动的，所以你们多给我们推荐吧。是的，是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希望这期视频大家看得开心，记得1键3连，拜拜。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 ，Stay， 龙南大吉，哔哩哔哩，干杯！